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周群周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看一看这对嘉宾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各位请看。我们在一起3年了，我们感情一直很好。在这段感情中，我总是很卑微的在迎合他，他却总是看不到我的付出。现在马上就毕业工作了，我们也计划着毕业后考虑结婚的事，但是他却对我越来越冷淡。我们的感情越来越变味，我不知道他是否能够给我想要的未来。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齐25岁，来自内蒙古学生；小蔡23岁，来自四川学生。欢迎两位哈，是读大学的时候认识的吗？是校友吗？不是校友，不是哈。哦，是同时在南京上大学。哦，那怎么认识的呢？是我的一个朋友介绍我们认识的啊。然后呢，我看他朋友圈吧，觉得他是一个特别阳光开朗的人，也想说2个人试着交往一下。但是主持人，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说吧。我跟他交往过程中吧，我就越来越觉得这个人吧高高在上的样子，我就总感觉自己在很卑微的在迎合他的想法。哦，你说的是一种感觉是吧？你能把具体的事儿说来给我们听一听吗？就像吧，我来南京上大学也是因为他，难道说四川没有大学吗？不可能啊！你不能这么说。对呀，全国都有大学，对。是呀，我呢当时也想说跟他长久的发展下去，然后呢我就一个人从四川来到南京上大学，但是呢我在四川泸州嘛，他到南京又没有直达的航班，也没有直达的高铁。不，等一下啊，姑娘，你这说的我还是有点云里雾里的，怎么就为了他到南京上了大学呢？因为我跟他认识的时候，我还在上高中，他已经在南京上大学了。哦，你是因为他考到南京去的，是这意思吗？是的。你这么说我们就懂了啊，你接着说啊。然后呢，我每次就要去重庆换乘，就特别麻烦。这不叫卑微吗？书总是要读的嘛，不外乎于是在哪儿读的问题嘛。我确实是想让他来南京，他来南京我也能照顾他，而且在一起的话也不用异地了。我也知道他每次去重庆软车也没有直达的，他还要在重庆自己住1晚上。我也是有考虑到他的。我现在的话马上毕业了嘛，我想工作的时候能离他家近一点，而且我是做了很复杂的思想斗争，我在现在重庆的是吗？真的是为了我去重庆的吗？你明明跟我说的就是你觉得1线城市压力大，让你感觉很压抑，喘不过气来，然后再加上你的专业在重庆也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前景，所以才去重庆的呀。怎么现在又变成为了我呢？什么都为了我是吗？我跟你说，你怎么就不信呢？我去重庆，我可以说90%都是为了你。我可以回北方呀，我可以离家近一点呀。我去重庆，我觉得我90%都是为了你。主持人，你知道吗？他签了重庆的工作，他就说我呀就一定得签重庆的工作，感觉我什么现在就得顺着他走，就很卑微的要去迎合他。他到了这个城市，我就得到这个城市。我的大学也在南京，如果说我在南京或者上海找到一个前景很好的公司，对我的发展很好呢，那我该怎么办呢？我应该为了你啊就放弃这个工作，然后就去重庆吗？他回重庆之前跟你商量过吗？说过。你当时怎么答复他的？我当时跟他说，我说年轻的时候你就该去拼一拼，闯一闯，你就应该找一个对你工作前景很好的公司，让你提升价值。他觉得先找一个好工作是比较要紧的。我的想法是，我觉得工作地点是比较重要的。我是想离家近一点，毕竟去哪里都可以找工作嘛。他说他的工作迁到重庆，说是对我好，为了让我家人满意，但是他也没有说让我家人很满意呀，就是他来我家亲戚朋友一起吃个饭吧。
结果呢，他晚上还不去，说要和朋友一起看游戏直播，还说一定要我去替他解释，替他打掩护。你不觉得我这样太卑微了吗？我还要编一个谎言去骗他们，说你有事儿。我当时是晚上跟朋友约好了，确实有事，而且中午已经去你亲家吃过饭了呀。我中午在那吃饭里也没有人跟我说话，我在那里也没法融入他们，我就感觉格格不入的样子，所以说我晚上才不想去的呀。那你觉得你这样对吗？在这段感情当中，你一直高高在上的，你不清楚吗？这怎么高高在上了，姑娘？就像我们在南京的时候嘛，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大学的，他的学校在市区，我的学校在郊区，坐公交转地铁，大概去就要1个小时，回来还要1个小时。他呢，就总觉得自己的时间比较宝贵，让我去找他，我就感觉吧，去了1个小时里面，就已经耗尽了我想见他的那种喜悦之情呢。而且吧，我去到了，还要再等他一会儿，他还不能准时的来接我。难道说你的时间宝贵，我的时间就不宝贵吗？其实我也就1次2次迟到个5、6分钟，但是我去你学校接你的时候，我在你宿舍楼下，你在上面化妆洗漱1个小时半个小时，我都等你了呀。那我化妆还不是为了好看呀，你有面子啊，还不是为你着想啊。还有啊，他呢微信老是联系不到人，我就问他为什么，结果呢他倒好，所有的软件都设置的免打扰啊。为什么要免打扰呢？不是，他是所有人免打扰，还是只是你免打扰？所有的都是免打扰。哦，那还好，不是针对你的就好。就是这样的，主任，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我还念本科嘛，那个时候他什么时候发消息我都是秒回的，但是后来考研，然后读了研之后，然后老师就要求很高，而且经常要做实验，实验室也很吵，所以我就不希望经常来一些消息来打扰我，这样会打断工作效率嘛。我跟他说了，但他也不理解我。我怎么不理解你了？一般没有事情的时候，我都很理解你啊。但是有一个 PPT，我自己也不会做，我就想让他帮我做。结果呢，我早上给他打电话也没人接，发信息也没人回，我就等了3个小时、5个小时。结果呢，第2天他再跟我说一句：“哎呀，没看到消息，不好意思，我也没空跟你做。”就特别耽误我的事儿，你也不准确的给我个消息。不是，你不应该自己做吗？为什么他做呢？就是因为我不会，我想请教一下他一些问题呀，但是他又老是联系不到。我那次不是跟你解释了吗？我确实是出差回来比较晚，而且回来室友都睡了，我第2天给你发了消息，也给你道歉了呀。道歉？你什么事情都是我错了，然后下一次呢接着犯，而且你还特别喜欢跟我算计就像我们去吃饭吧，因为大家现在都是学生嘛，他就有的时候就感觉比较省，就说哎呀，我请了你一顿，你就得回请我一顿，或者吃个饭吧，就总喜欢说那我们 A 一下吧，就这样的话让我听着就很不舒服。但是大部分都是我请的呀，我就希望你能付出一点。在我学校，我们一起出去吃饭，该花的钱我都花了。去你学校，我让你请一顿，这样不对吗？吃饭要算计，喝水都要算计。喝水怎么算计啊？有一次我们去游乐园玩嘛，整天下来都感觉很累了。我说你去给我买一瓶水吧。好，他倒是去了，等了20分钟左右，人倒是回来了，水呢空着手回来的。他说他要来问我一下这个水要不要买，我就感觉你这么大个人，3块钱你都做不了主吗？还要怎样啊？主任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以前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去景点，他都有劝我，就是说不要买那些贵的水，这样不值，我们可以出去买嘛。然后我就是想回来问他一下，然后他当时就很自然就说那不要，我们出去买嘛。但是没想到他心里想的是我抠门算计他，我就希望他能够，本来就是很抠门，我就是觉得我好卑微啊，我就不配喝3块钱的水吗？这么小的事儿你自己做不了主吗？我怎么可能为了3块钱对你抠门嘛？小钱你说你不抠门，大钱呢？大钱难道你不觉得你抠门了吗？因为特殊的原因不是要上网课嘛，我当时就想说买一个电脑，结果呢他说我的旧电脑给你用，我当时还挺开心的，说我男朋友对我挺好的，虽然说这个电脑吧是旧的，但他这个心意挺好的。他接下来一句话就说
那你可不可以资助我2000块钱呢？我当时心里就在想，哎，这个男的怎么回事呢？是想说这个旧电脑卖给我2000块钱吗？我当时就特别伤心。主任，其实是这样的，我考虑过他的需求和我的需求嘛。他是只用电脑来上网课一些这样基本的需求，而且他当时跟我说，他预算是想买一个3000多的商务本，而那商务本是没有我那个4年前的游戏本要好一点的。而且我换一个电脑，我一直都想换，因为我要运行一些大型的软件，现在临近毕业，需要马上出成果，所以我才想跟他换。而且5、6千块钱的电脑也不是一个小支出，我不想让父母负担这么多。既然我帮他解决了这个需求，让他把他的预算的一部分给我，然后让我减轻一些负担。我觉得这不能互相理解吗？好，而且我也跟他说了，为什么就不能我用新电脑呢？而且我也跟他说了，他马上就毕业了，毕业之后我们工作了，然后再给他挑一台新电脑嘛。那他就先入为主，只能看到问题的一部分。你知道吗？我跟我好多朋友都说过，没有一个人觉得你是对的。但是后来怎么说得出口啊这句话？当时我觉得他生气了，然后我就没有再跟他提这件事情，然后电脑也给他了，但他还把这件事情反复的跟他男闺蜜、女闺蜜说这件事情，然后在背后感觉就在说我坏话。他真的很双标，就是我们一起出去玩，我要准备行李箱，然后他不带行李箱，我来带，然后我就打电话跟他说，我说要不要带这个衣服啊，要不要带这个鞋子啊？他就不耐烦，不想跟我交流，他就说，你自己没有主见吗？啊，我说好，我自己来带。我带了之后，第2天我拎着行李箱我都出校门了，快到地铁了。然后他给我一电话说，你怎么没带那个？怎么没带这个？你怎么带这个？多占地方呀！然后我还要再回去换。难道你不知道行李箱有多大吗？自己该带点什么？你难道自己不清楚吗？什么事情都要来问我，这样我也很累呀。像我闺蜜的男朋友，他们都会计划好所有的事情，就不像你一样，什么都要来问我，买个水要来问我，吃个饭要来问我，电脑要卖给我还要来问我，什么事情都要问我，对吧？他真的很双标。而且我好多建议我都是为了他好，我觉得他不领情。然后比如说他容易过敏，他就每天可能要护肤护个4、5次，化妆卸妆，然后洗个4、5次的脸。然后我就问医生他的皮肤怎么处理，我就给他提一些忠告嘛，不要老是化妆，让皮肤恢复一段时间。你1个月不化妆难道不行吗？我也不是很喜欢你化妆，但是他不听，我就说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就比如说他肠胃不好，然后我就劝他不要早饭不吃啊，为了减肥。但他不听，我就说你这样过个4、5年可能就得肠癌了。然后他说，你看他说我咒他，老是喜欢说这种难听的话，什么肠癌呀、胃癌呀，我又不爱听。他又跟我说什么忠言逆耳啊？难道我自己的身体我不知道吗？他就现在老是喜欢我去迎合着他，我要很卑微的我说了什么好，女方你就得去做。我比你大，然后呢，我去给你引导个方向。因为我现在大4了，我的实习也越来越多了，兼职也越来越多了，我也认识了更多的人，更多的事情。我就想说，难道我不应该有自己的主见吗？是不是应该再继续听他的，再继续这样逆来顺受，再继续这样明明自己不想做的，因为他说，所以说要去做。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再这么卑微的迎合他，还是说来做自己了？我今天就是想来听一听各位专家老师的点评，因为我很迷茫，我不知道我应该再这样迎合着他的想法，还是说应该做自己，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先考虑自己的感受。行，那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女生，你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我到底是应该做自己还是迎合他？这个问题永远答案只有一个，做自己。其实你心里应该很清楚，你只是没有办法在这个时间点痛下决心而已。我相信你周围的朋友肯定也跟你说过，一定要做自己。你只有做了自己，你才有机会去赢得他和未来。否则的话，我觉得一切都是空中阁楼。你今天在这儿抱怨他不够爱你，不够重视你，你那么卑微，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你永远你的一生都是在说这个话。所以我想可能这不仅仅是你和他的问题，是所有人在爱情当中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拿出自己最本真的面目来面对爱情，面对生活，还是说我为了他来改变自己？事实上这种改变是非常艰辛的，本性难移。你可能短时间为了迎合这份爱情做了一定改变，但内心
并不幸福和快乐，而且始终抱怨，这个其实是毁了你们之间的这种最初相识的那种心动、心悸，包括幸福。所以我觉得，无论你们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先做好自己，再谈未来。谢谢。女生一直强调自己逆来顺受，然后卑微的迎合。我听你俩的故事，我怎么一点儿都没感觉到你逆来顺受，我也一点儿都没感觉到你卑微的迎合。我就很简单的说啊，你去他的城市去上学，包括你去他的学校去找他，包括那个旧电脑的问题，我觉得这些所有的行为不都是因为你爱他吗？你不是心甘情愿去做的吗？这不是都出于爱吗？他说到那个旧电脑的2000块钱的问题，我觉得如果是心态很平和的一个女友，会想，那我看我的经济能力允不允许去帮你一起买新的电脑，因为毕竟旧的我得到了，那你计较什么呢？就是说他必须要无偿的给你一个旧电脑，如果更好的话要送你一个新电脑，那凭什么是男生送女生，女生为什么不能送男生呢？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女生经常揪着说男生跟我算计这个算计那个，那哪个道理告诉就说男生不能算，只有女生能算？我觉得大家吃饭 AA 没有问题，而且他也说了，不是一直都是让你请客，或者不是一直是 AA 的，你到他的学校他也有请，但是只要有这么一次说咱俩 AA 一下吧，你就一定会揪住说你居然跟我说 AA。所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没有听到说你逆来顺受、卑微的迎合，就只是用1、2次的标准来衡量了你们所有的感情。也就是说，从这些点里面能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在感情当中我只要回报，我不想付出的。你但凡让我付出一点儿，我就告诉你，我是在卑微的迎合你。所以你要明白，你心态上的偏横，还有你对他的不认可，你拿他对比你的闺蜜的男友。你说人家的男朋友都安排的好了，你怎么都来问我？我问你，他来问你不是尊重你吗？那些闺蜜男朋友不问，全自作主张了，那闺蜜都说他一点都不在乎我，一点都不尊重我。那你说这事儿怎么说啊？所以就看处在恋爱当中的这个人，他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如果他是爱的，对面的那个人做什么他都会觉得他是对的；如果是不爱的，他做什么都能挑出错来。所以我希望你真的爱的话，就不要去计较得和失。谢谢。不是老听一个人的话就叫卑微的，卑微了，你都可以指着他鼻子啊。卑微的定义是地位低下，权力微小，这叫卑微。你在他面前没有这个地位低下、权力微小，他跟你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一个父女的关系，你知道吗？他很像是个爸，他觉得他爱你的方式就是管理你或者给你意见。人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尤其是像父母对子女的这种亲密关系里面，他的那种爱里面有2种很典型的东西。第一种叫攻击性的关心，第二种叫情感勒索。这2样东西在你的男朋友身上都有，就是他对你那种关心是带有攻击性的，你必须这么做，我完全是为你好。比如说他让你不化妆这件事情，或者说让你注意肠道健康，事儿都是好事儿，对吧？但他会说你小心啊，你要得肠癌哦。你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攻击性的关心。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情感勒索。情感勒索是什么呢？为了你我去了重庆，你怎么可以不来？这叫情感勒索。他对你是有情感的，但他利用对你的情感，希望你能够为他也做相应的事情。比如说你把你的旧电脑给了他啊，他很高兴。好，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看你感受到我对你的情感了吧？行，你给我2000块钱吧。这依然是情感勒索。我相信你不是有意的啊，我相信你不是有意的，我都不觉得，我不觉得你有什么坏心思啊。对，我一点都不觉得你有坏心思。我觉得你这个东西都是从原生家庭里面学来的。你肯定是个成绩不错的人，你的父母里面肯定也有人，你看爸妈为了你怎么地，是吧？你怎么能够不好好学习呢？从小到大学了这个东西，就慢慢的在开始对他做了这样的一些情感勒索。所以我觉得任何人都一定要有一种能力，就是学会拒绝人的能力，因为只有拒绝一个人，才可以让自己保留独立性。所以2个人可以好好的爱，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独立的爱。
我跟陆琪老师观点正好相反，我不觉得男孩在情感里头犯了那么多错误，反而是女孩，我觉得女孩一直是受不了别人在拒绝她，她是一直受不了她不帮她做 PPT， 一旦被拒绝，她就觉得天哪，我卑微了，你居然敢拒绝我，你没有让我当公主了，我就是个卑微的宫女儿了。但不是这样的呀，姑娘，你所描述的今天讲的所有的东西里头，你有一个明显的双标。比如说，你为了他去读书，你去了南京，对吗？你觉得，天哪，我一个女孩子家，我在四川没书读吗？我为了你去南京。可是轮到他到四川去工作的时候，你又说了，难道不是应该志在四方吗？非要到家里吗？我们不是应该到外打拼吗？您这不是双标吗，女孩？你把你自己做的每一次选择都归结于我是为你做的。而他为人生做的每一次选择，你都归结于，一旦是为你做的，你立刻说天哪，你又为我，你以感情为名义希望我配合你；一旦他没考虑你，你又说天哪，你不考虑我，我又是宫女了，我卑微了。其实说白了是什么？你不够爱。也许当初你被他吸引过，但是后来当你说我坐着公交车，我坐那么长时间去看望你，我的喜悦会在1个小时内就会被消耗殆尽的时候，我又觉得你不够爱了。当我们想见一个人的时候，跋山涉水走个几天都没有问题，怎么会1个小时就会消耗掉我想见你的迫切之情？然后当男孩说我在楼下我可以等你等了那么久，你说那是因为我要打扮呢，但换你去等他等一小会儿，你只会说天哪，让我等。你一点都不卑微，相反你太骄纵。在这段感情里头，你最后的提问是，我是该卑微的爱下去，还是要做自己？这个时候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什么是做自己？怎么做叫做自己？我所理解的做自己，就是说我们现在有时间的时候就可以约会，不一定说他说想约会，然后那当然了，你可以拒绝他。你有事情做的时候，你为什么要为别人更改你的时间表嘛？但是他又不会，像我有的时候在实习什么的，我已经跟他说了我很忙，然后不管我有没有时间，不管我的同事看法怎么样，他就直接就过来了。过来了，你可以跟他短暂的见一下，就给他打发回去。想见你是他的迫切之情，拒绝他呢是你自己对当下做出的选择。他决定无视你的拒绝，依然来了，你还是可以选择见或者不见，见5分钟还是见1分钟，对不对？所以你也在做自己，他也在做自己，你们都没有说为对方考虑啊。他没有考虑你累，你没有考虑他老远来见你的心意。你们在这一段感情里头，我觉得是做自己都做得太多，都没有考虑要对对方负过一丁点的责任。重新想想看吧，想想看，在这段感情里头，你究竟是卑微的还是做自己的？2个事实摆在这儿，一个事实是因为思念，你拒绝我，我都不管，我冲到你的单位来，这是一种。可是他的理解是，你在强制我做一些什么事情，对吧？第2个就是女生说我看到了一些更好的东西，我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对错啊，就是至少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一段爱情来自女方的摇摆，你觉得你还够爱他吗？或者你有想过你们俩的未来吗？我就会发现这个是在想着未来，我要到你的家乡去，我在想着未来。女生是没有的，你自己琢磨琢磨，你还爱他吗？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觉得我们一开始是很相爱的，当初你爱上的我只不过是你自己想象中的我，但是你迟早会发现你想象中的我和现实中的我是有差距的。可能我会算计，我时间少，我可能会不回你消息，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多站在我的角度想一想，然后我呢，我也会多站在你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能够多一些互相的包容。我觉得这样我们才能够走得更远。我希望你能留下来。刚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是没有主见，确实是也觉得你见识广，所有的事情都想听你的。但是随着我越来越多的事情之后，我就觉得我应该做自己了。谢谢2位的分享，请回。
来，请关门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看看这对年轻朋友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来，在一起就记住老师说的话，做让他舒服的事情，否则真像陆琪老师说的，你就是所谓的情感勒索了。女生，你想想那3位女性老师的话，好好的反思一下自己。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见证属于我俩在一起快2年了，我一直觉得2个人在一起没有合适与不合适，只有想不想为对方改变。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我觉得我为他做出了很多改变，但不知道为啥他还是对我始终各种不满意。他对我不够真诚，而且管我就像父母一样管着我。现在我真的不知道他是真的爱我，还是只想控制我、占有我。我是真的想跟他走到一起，为什么他就不能理解我，为我想一想呢？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雨23岁，来自宁夏，辅导老师；小郑23岁，来自辽宁，辅导老师。欢迎2位哈。主持人好。好，一东北的，一西北的，俩人现在在哪儿生活和工作呀？在沈阳生活。是同学是吗？是。啊，都是辅导老师哈。对。今天来干嘛呀，老师？就是我们俩不是恋爱快2年了吗？我为他留到沈阳发展，然后性格可能也为了他，就是慢慢的在向他靠拢，就是改掉了一些自己的习惯。我为他做出些努力，我感觉他看不到，他做什么事情也不太会去为我考虑。我现在就是有点困惑，是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爱我。困惑了，你到底爱不爱我是吧？怎么会有这困惑的呢？就是有时候有些事儿吧，就是他根本不会去体会我的感受。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这可能那个事儿没做好，他就说。你那个做的啥样啊？这是我这辈子受过最大的耻辱，感觉有时候说话这程度太大了。其实我也是在努力做了。这没听明白。哎呀，这男生怎么搞得这么细腻啊？内心还是会有一点，就是难受。你做了什么事儿？他这么说你啊？就是他当时让我帮他写一个文件，就是当时有一个字可能就是写错了，然后他就说对他是一种耻辱，我就觉得这种程度有点太大了，内心可能就有一点受伤。就是哎呦。你那脆弱的小心脏啊！我承认，我确实是性格有点冲的那种性格，但是我从小就这样。但是我跟他在一起，就这段时间，我也在不断控制自己，然后对他越来越温柔这种嘛。但是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反而是他在不断的控制我，他就是对我各种的管，我真的受不了了。他什么事儿管着你？就比如说，上次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我配的文案是“冬天我真的好饿”，就因为这个事儿，他就跟我吵架了。这有啥好吵架的？对啊，他就跟我吵架了，硬让我把这朋友圈删了。我说我不愿意把发过的朋友圈删掉，但是他硬让我把朋友圈删了，闹得还挺不愉快。为啥？就是首先这件事儿呢，他到现在还没明白我生气的意思。我是说，他是特别喜欢发朋友圈嘛，就可能说。有时候一天发个好几条，是我说你可以发朋友圈，但是文案不要那么敏感。他上次发那朋友圈是说，这文案有什么敏感的？冬天我好饿呀，就是我觉得会说，你说你饿吗？我也会做饭，我可以做给你吃，或者我去带你出去吃。你发这个文案，你是不是想让那些朋友圈那些男生看到，是想带你去吃饭吗？我有那个意思吗？我有说我是那个意思吗？我也没说。主持人，我就问您见过情侣可能很多了吧？有这种管的吗？连我朋友圈文案什么都管，还要让我删掉？你发那么多我也没有管，就说这件文案，我就说你发的时候你让我删的吗？考虑一下我的感受，是我让你删的呀。我怎么没考虑你的感受？我就认为这个可以呀。这个朋友圈有什么不可以？主持人，您说这可以吗？啥呀？我发这个文案，您觉得怎么样？就是冬天我真的好饿，一个字不多也不少，就这几个字。孩子，你瘦成这样，你不只是冬天饿呀。我就是想，我觉得你是一年四季都在饿呀，对吧？我是觉得都无所谓。就是如果是我的女朋友，那发一个饿了就饿了呗，然后我下面回一个。吃点东西去啊！这就看。不是赵川，你从来都不看你爱人的朋友圈吧？都不关注吧？我怀疑。他从不发。你看我们俩都不怎么发朋友圈，不像群姐，一天有个7、8条，你都不知道点在哪一条。我有7、8条吗？哎，你说你干嘛关注我的朋友圈呀？我写了7、8条吗？不是，问题你那个朋友圈里面全是那个特别文青的那种啊。不是来了就是走了，
不是云淡了就是风轻了。每次看你的朋友圈，就让我们回到了18岁了，你知道吗？像群姐的这个，那这个男的肯定更受不了了。对，他就会疯了，因为群姐那个全是那种小心思，你知道吧？是，就是云走了，带走了我的心，这马上就，我人在呢，怎么把你的心带走了呢？哎呀。因为我朋友圈下面会有人评论嘛，可能会有男生评论，然后他就会吃醋。男生评论的是什么呀？就可能就会评论说，那你要多吃点了，然后或者如果我发自拍的话，就会夸我一下说好看。就因为之前有这种的事儿，然后他现在就，我一发朋友圈，不管发什么，他就控制的越来越多了。明白。对，就是我有时候看到他是，比如说他发的是比较敏感性的文字，或者说这些男生就会有时候会私聊他，就是之前因为就发生过这种事儿，所以我现在就比较担心。之前呢，就是他暑假时候在培训的时候，就是他不是眼睛不舒服嘛，当时我就停下工作，立即带他去医院看。不知道当时他们培训班一个男生怎么知道他眼睛疼这事儿，然后主动去给他买了眼药水。到现在我就理解不了，男生去给你送眼药水，你为啥不拒绝他呢？我怎么没拒绝呢？你没看到聊天记录我说不要了吗？就是因为我参加那个培训班吧，我上课都上不了了，然后请假，老师也知道我眼睛有问题了，就是生病了。那个男生坐我前桌，然后他就给我买个眼药水放到我桌子上了，然后我就说那行，你帮我带了，我给你转钱吧，然后我就给他转钱了，就是相当于是帮我带了一下而已。然后他就说，那你没有说你男朋友已经给你买了，或者是你男朋友带你去医院了，没提你男朋友。嗨，是啊，我是已经带你去过医院了，而且这件事你从头到尾也没有告诉我呀。而且你拒绝他的时候，你确实应该说这是我男朋友带我去过了，我就不信你跟他说了他还会给你买呀。我是就差没提男朋友这3个字是吗？是啊，因为你知道我喜欢你在乎你这些。上次有一次我发朋友圈，我说这是我男朋友给我拍的一组照片，拍照技术真好啊。然后你跟我吵架生气，你说你喜欢。你就留下来就私藏就行了，你夸我拍照技术好，你也没必要说在朋友圈去发那张照片发，然后还提了你啊。这回不说文案了，又开始说上照片了。是啊，你那照片多暴露呀！你说你喜欢留下，你就去。主持人，那照片我就穿了一个吊带，然后牛仔裤，然后他就说那照片有问题。要不信的话，大家一起看看这照片。主持人，您看一下这张照片，它有问题吗？这啥啊？这啥嘛？这个我觉得这种照片真的没什么，脸都没露出来，他就受不了了。我就觉得，你说你喜欢穿的话，你在私底下穿，你没必要说发朋友圈。你是想给那些男生看吗？你看那些当时看到那男生都咋评论的？那你的意思是我不发就行是吗？是啊，你就自己留着就行啊。有一次我是没发，我俩要一起去逛街，去中街那种地方吧，都是年轻人去逛的地方。然后他在楼下等我，我化好妆穿好衣服去下楼去找他。他告诉我，你穿成这样，咱俩就别去了。好好的心情就被他毁了。好不容易有时间能去逛一下，然后硬让我把衣服换了。我当时穿的就是一个短裙，然后让我换了一个牛仔裤加上一个 T 恤，我根本就觉得那样衣服不好看。那天是秋天嘛，是在沈阳。你想一想，沈阳当时已经多冷了，这是晚上9点多，他穿成那样，我就说你这样说，首先是我说太冷了，而且你说你这么晚出去，9、10点了，多危险啊！别说冷和热啊，你是不是就看不惯他那么穿，你就直接说不就行？你别绕了。年轻人不怕冷，到我这个岁数才怕冷呢。怕冷了就是老了。你不能让他到我这岁数才穿，那时候真身体受不了，就只有年轻才能穿这个。不是，你是想说到这个岁数的时候露也没人看了吧？对，你就说他平时说穿那样，晚上出去也说他长得好看。那我跟你在一起出去，谁不知道你是我男朋友？别的男生还会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吗？就是我跟你在一起，你又怕什么呢？之前因为给你送药水这事儿，就是我害怕呀，我害怕这种发生呀。因为你是，那你这也太敏感了吧？那我现在被你控制成什么样了？现在管着我的时候，觉得我是他女朋友了。那有重要的事儿，那他不跟我说。就比如说啊，他工作投简历，然后拿到了 offer 了，入职信都拿到，这事儿我都是最后我自己发现的啊。这个事儿不应该他主动来跟我讲吗？那你这个时候怎么没把我放在眼里呢？你管我的时候劲儿劲儿的，你现在呢？首先呢，这件事儿不是说没有跟你说，这件事儿我要参加那个公司的面试以及中试，从头到尾都跟你说了，只是说在邮箱里给我发了一个入职信，一个文件，他当时没看到，他就觉得是我什么没告诉他，其实
并不是这样的呀。对呀，那这个信你确实没告诉我呀，是我看你手机我才发现的。那你拿到了 offer， 你应该是挺高兴的吧？那你怎么不知道跟我分享你的喜悦呢？因为当时可能就是时间的原因，我就并不打算参加这公司的。什么时间的原因？就因为自己时间，一句话的原因，因为自己一句话的事儿吗？我自己时间不合适，我也不打算参加这公司的事，我都跟你这些我都跟你讲了呀。那你的打算，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呢？叫我这件事没跟你说呀？我这都跟你商量了，当时怎么说的呀？那这是你不想去，你要是去了呢？你去的话，你是不是就自己走了，去那边工作了？那我呢？那你怎么首先这件事从头到尾，首先这工作事儿就不会发生。有什么事儿我是哪件没跟你说呀？而且就是一张入职信，我可能就是。除了这件事儿还真有，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我俩不都是做老师的吗？你们俩稍微慢一点，我先消化一下那件事儿，太真实了。这个女人和男人的思维在这个点上太真实了。男孩是接到了入职信，不去了我就不跟你说了嘛。女孩马上的跳级反应是，你要去了，我们俩不就完了吗？是这意思吧？对。哎呀，你们女人的这个思维都是这样的。行，可以往下了。就是我觉得他不管是去不去，这都是一种决定，对吧？决定就要跟两个人之间互相商量着来。行，跳过啊，怪我多嘴。他刚才说哪件事没告诉我，还真就有。隐瞒的事儿，你说啊。我俩不都是做教育这个吗？然后他是教数学的，我是教英语的。然后他呢自己就有一个好的想法，想自己设计出带自己 logo 的一个教案，然后以后方便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去教学生。然后他自己弄了一个这么厚的教案，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做的。然后到最后是我自己发现的，我就说你有这个好的想法，为什么不能跟我分享呢？咱俩一起进步，一起努力不行吗？我就觉得他现在是想自己偷偷变努力，然后变优秀之后把我甩了。我觉得是太严重了。我是做数学辅导的，他是做英语辅导，这个是工作内容，我觉得是并不相干。我认为生活就是不要把工作牵入其中，而且教案我做好了之后，我一直在我那书桌上放着，他是一直没有看到过，就是觉得我是在偷编数，而且有什么事儿我都在跟他商量，有啥好的点子，我生活中没有跟你在交流吗？而且你遇到什么问题，我也是在第一时间去。那你不要跳过这件事儿，那这件事儿你怎么解释？你不是说哪件事儿没跟我商量吗？这就我已经找着两件事儿了。我这件事是自己工作的事儿啊，那你就觉得是你自己工作的事儿吗？那你还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呢？再说我看到了，我为什么看到之后我没有去做？因为我就是希望你能主动找我，然后咱俩一起去做。如果我发现了你做这个，我不会效仿你，我会找一种我自己的方式去让自己变优秀。这就是我为什么后来看到他我就不理会的原因。首先呢，你是做英语的，你看到我数学教案，但是哪科不需要写教案呢？你自己设计出一套教案，那我也想有设计出一套教案。那你是做英语辅导老师的，这个是你自己事儿，为啥自己不做呢？我没想到啊，那我之前想到好的经验，我都跟你分享。那老师不都是应该写教案的吗？你是最想要两位老师，我来一句行吗？啊，你们那个教育机构应该校长特别高兴，看看我们的老师。跨科交流那么激烈，对学术问题那么较真儿，他们算捡到宝贝了啊！但是我们这儿毕竟不是你们公司，对吧？我们就谈情说爱的地方啊，不要搞那么严肃啊！我听下来，一开始我觉得是男生对这个情感不自信，怎么听来听去现在女生也不自信了？怎么会想到说他变优秀了，他就不要你了呢？他也是长得挺帅，那我当然也担心了。再说了，那为什么他管我的时候把我看在眼里，然后这种让自己变优秀的时候又不管我了呢？那为什么你发朋友圈的时候不让他管，你想变优秀的时候让他管呢？你们俩不是一类人吗？那我发朋友圈，这就是生活一些琐碎的事儿。对呀，那女生都喜欢发朋友圈。对呀，男生都喜欢积极工作嘛。那积极工作也可以跟我分享。之前我俩工作的时候，我都跟他分享了。所以再这样下去就要抬杠了。我明确一下，你是来干嘛的？我就是希望他能理解，就是我并不是说是，其实他因为他太敏感了，我觉得。你希望他理解你？对，我希望理解，因为工作事我都每件都是真的会去跟他交流，希望他能理解我。你也希望他理解你吧？我就是觉得他管的我太多了，还有事隐瞒我。行，听懂了。那我问问啊，当时谁追的谁？我追的他。追了多久？追了6个月。你喜欢他吗？喜欢啊。这臭小子有什么缺点和毛病吗？就是不怎么爱说话，不善于表达。这姑娘有什么毛病吗？就是我觉得她有时候就是太敏感，遇到一件事就无限放大，我就希望她能够从我的角度去跟我想一想。行，下面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哎呀，我们孩子有代课老师了，有辅导老师了，我觉得特好。我一直在听这个，我觉得找到好老师了。你相中了哈？对，相中了。一个辅导数学，对，一个辅导英语。哎呀，我们有希望了。这个学习成绩实在让我揪心啊！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特负责任的老师啊。但是我在想，两个地域的人，我们性格上会有反差，一定是这样。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比如说你们刚才说的一件事，就穿服装这个事儿，我觉得一定是有它另一面的。女生说，我穿成这样，你看她就阻拦我，觉得我不好看啊什么的，那她就是在管着我。我有一个女朋友特别好玩，有一次我们要做一个晚会，要求大家都穿晚礼服，她呢就说，哎呀，我都没穿过晚礼服，我去买一件特别好看的，然后整个后背露着的。结果他第二天来的时候，我说你这后背怎么没露着？他说你别提了，我们家那口子特别讨厌。我在家穿给他看，他说你这个背不行，你这么露着，别的人会看见。他说那我就是露着，要让人别人看见，这设计就这样。他说那不行，我晚上帮你缝起来。真的，他连夜把它缝起来，一男的把这个晚礼服的后背缝起来，而且你知道吗？因为他本来是露着，你缝起来你需要加一块布。他的手可真巧，他连夜还加了一块布，把后面缝起来了。所以第二天其实这晚礼服挺奇怪的，但是这个女性跟你的反应不一样，她特别幸福。她就觉得爱她。她真讨厌，她就不让我穿，你看她烦不烦？她是带着娇嗔来的，所以她不像你说那么讨厌，还让我把删了什么。你想，他连夜找了一块布把它缝上，这个事儿也挺气人。他找那个到底是黑布还是肉色的布？没有，它是一件白色的晚礼服，后背露着，所以他就找了一块白色的。真好。白色的布其实有点不伦不类，但是他觉得很幸福，他还用个披肩遮着，还遮着呢，到后背都没有了，他还遮着。我说你老公没让你披个棉被来呀？他说他差点就让我套着大衣，说就露着前面就行。我说你套着大衣看不出晚礼服，他说对。后来他就把我缝上了。我觉得其实你看有另外一面的，就是他觉得通过这件事，哎，我老公也太爱我了吧？你说他这事儿做，就是他觉得他看到另外一面，很幸福，所以这个事儿是可以拐弯的。同样，你们在偷偷努力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有另外一面。一般人说，我偷偷的努力，我要变美丽变好，我要更配得上对方。但是你这样想的就是，他要甩了我，他要甩了我，他不是为了配得上我。所以你永远是把它推到另外一个极端。当然，我觉得女孩有点小心思，我是理解的。但是你一定要想到这个事情有另外一面。如果你可以站在另外一面，你会体会到很多的甜蜜和幸福。这个男孩当然有他轴的一面，所以做了很多你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这种不可思议也是爱的不可思议。就这样。好，谢谢群姐。缇娜老师。他俩特有意思哈，女生觉得男生一直在管着自己。你看男生的这些行为啊，就是小心眼儿、没气度，然后管制和束缚。但男生的这个种种的这些行为，体现出的都是一点，他在这段恋情当中是处于弱势和自卑的。而女生在意的那些点，就是你说你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然后你觉得他没有告诉你的事情，你也感觉自己好像被骗，或者说被蒙在鼓里。但你在意的这些点，体现出你在这段感情当中有一点小傲娇。就说 offer 这件事儿，其实女生在意的不是说最后那个结果是去还是不去，她在意的是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不管你是去还是不去，你的任何一点的小细节，你任何人生当中的点滴，必须要与我分享。还有一点，你说这个准备教案的这个问题，其实你的心里是什么？你不是害怕他优秀把你甩了，你是奇怪，你所有的时间我都知道你在干嘛，你怎么还能有时间去准备教案？对不对？对，这就是女生在意的点。哦，是这样的啊。对，就像我有一个好朋友，她的男朋友给她准备了一份非常大的惊喜。她收到惊喜的第一反应不是说他好爱我，她的第一反应是，你什么时间哪儿来的钱去准备的？你告诉我，你什么时间去买的这些蜡烛？无人机那种的飞过来，你哪儿来的钱去租这个？
哦，所以就懵了，她男朋友就懵了。他说我准备惊喜，你不应该第一时间去享受这个我对你的爱啊。对，但是女生的第一反应，她跟我说，她说我就想，她所有的时间都跟我在一起，她每天发信息啊，她跟我说她睡觉，那她睡觉了之后干嘛去了？这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出发的角度不一样，他的那个脑回路也不一样。但是你们两个人虽然说彼此都关心对方，也能看得出来你们之间浓浓的这种爱情，但是两个人在这段感情当中的地位是不对等的。男生是完全没有安全感，而女生是非常有掌控感。但是其实你知道人和人之间相处最舒服的一种感觉是什么吗？就是亲疏有度。因为你这个人一直拽在你眼前，你看着他，你永远你会觉得烦的。但是如果你保持一个距离，你会发现其实他有很可爱的一面。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是调整一种相处的距离的问题，把这种心态的距离调整好了，只要舒服，这种关系是最长久的。谢谢，谢谢莎娜老师。我这个角度看，她真的很好看，这个女生啊。哎呀，你别再给她不安全感了，没有，她吓死了都要。她这样转过来，我觉得她很漂亮哦，非常好看。快来教我孩子吧。那是在给孩子找老师，你知道吗？来，陆琪老师。我觉得你们两位身上错的地方是一模一样的，你们心太小，装不下你们的爱了。确实，爱情天生是害怕竞争的，这个很正常。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之中，为什么很多人明明自己心里面也是有害怕、有恐惧的，但是他还是会为对方鼓掌说：“哇，你穿这身衣服真好看。”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让对方有足够的自信。姑娘刚刚说，为什么在让我变好的时候不管我呢？这句话其实说到一个点子上，情侣之间的管理是有两种管理的。第一种管理是让对方变好，就是我给你出主意，我给你出点子，我给你支撑，我甚至于我无脑鼓励你，我只希望你能够有勇气往前走，让你变得更好，这是一种管理。第二种管理是保护自己的拥有。你们现在处于这第二种所谓的管理方式，一种非常狭隘的管理方式，叫保护我的拥有。你们的管理之中并没有让对方变好，也没有想过希望能够推对方走得更远，而只是在保护我的拥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们之中的爱过于狭隘了。安全来自于你的宽容度，你内心的宽容度决定了你爱情的安全感。如果你的内心一点宽容度没有，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在爱情里面找到任何的安全感，因为你时刻都在怀疑，时刻都在紧张。只有当你有这样的宽容度之后，你才会发现自己的心是能定下来的。不要爱得很自私，就这样。谢谢陆琪老师，米娜老师。其实两个人担心的都是一件事儿，就是很害怕对方的世界和自己无关。所以当女孩展示她的朋友圈的时候，她美她自己的，好像跟你毫无关系，这是你最紧张的。假如说你同样的那一个拿着玫瑰花的照片，你配的文案是我让她拍花，她非要拍人，她说人比花好看，这样的文案放出去了，配上这样的照片，你心里舒服了吧？舒服。因为她不但秀自己美，她还秀了恩爱。你也一样，你担心他拿的 offer 居然不跟你商量，天哪，这么大的事儿。你也担心写教案都不跟我聊，是不是说一离开我们这个小家，你的那一片的世界，你工作里的世界就与我无关了？其实这也是你怕的事情嘛。假如他跟你一样想到了一个好的想法，来第一时间跟你说，你是不是就会觉得你的那一块也与我有关？对。所以你们是两个爱得很深的两个人，互相都很害怕失去对方。那么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一丁点的改变，你甚至也不用改变太多的穿衣拍照什么，只是你秀自己的时候提一句他，秀一点点恩爱就行了。而对于你来讲，也就是事业工作那一部分的事情，可能不会事无巨细，但一定哪怕点到为止也要点，要告诉女朋友，那就行了。两个人就一定要记得，我既然知道了你最害怕的就是我的世界与你无关，我就时不时的让你看到我的世界与你息息相关，这就够了。老师们已经把你们问题全点出来了，只提醒男生一句啊，女人的心可以小，男人的心一定要大。
人家女孩也没做错啥，你说人做错啥了？今天你想腻咕她，如果10年以后你们还有这种愿意把生活里的所有细节都愿意分享的这颗心在，那我觉得你们可能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夫妻了。去保持吧，好吗？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其实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时间，你做的那些我都看得到，你对我的爱我也能感受到，但是我就是希望你不要再这样禁锢着我。就算我还爱你，那我每天如果不快乐，我也会受不了。我知道，我希望你能看出我为你做这么大改变，我为你放弃在银川工作到沈阳工作，而且工资也交到你那边，然后我就希望你能够体谅体谅我，而且我以后也不会让再像那样说去过分的去苛求管理的，我会改变的。然后我就希望能够与你继续。谢谢2位哈，请回。来，请关门。接下来就看看这2位作何选择吧，请开门。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有网友提问说呀，我和老婆刚结婚1年，他呢就要再买一套房子，要把他的爸爸妈妈从老家接过来住。问题是我们现在还有车贷，如果以后再要孩子的话，根本负担不起第2套房子。但是我怎么劝他也不听，他宁肯呢几年内不要孩子也要买房。现在我一直拦着他，跟他吵了好几次了，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劝他了。有没有第3条路呢？就是把他的父母接过来，可以。能不能先租房子过渡一段时间，等你们的经济实力稍微好转一些，再为他的父母添置一套房子呢？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